嗨，兄弟们，在美丽的黄土高原的山区公路里边穿行以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炳灵寺石窟的门外头。炳灵寺石窟呢是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山沟沟里边的峭壁之上开凿的，它开凿的年代呢比较早，是公元3年。也就是西晋初年的时候，到公元420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建成了。它是中国所有石窟中开凿的比较早的一座石窟，而且呢，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原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道，所以呢，会有僧人在这附近修行，然后开凿这个石窟。炳灵寺石窟的名声虽然没有其他几个石窟的名声大，但是我觉得炳灵寺石窟这边它是环境最美的，因为它就是紧挨着黄河，在黄河这边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拐弯，特别的壮观这边。而且呢，它这边的山势啊都是怪石嶙峋的感觉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跟其他的石窟就是完全不同。就是有一点我现在非常不解啊，就是为什么很多石窟它都要卖特窟的票呢？169号特窟票价300元，整个炳灵寺石窟的票价才50块钱，这一个169号就300块钱，我的天哪！难道这些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物，没有钱就不能看吗？大家去看了这些石窟，就是为了了解我们的历史，为了了解我们灿烂的文化。但是把这些石窟里边最精华的部分给圈起来，再卖一次票，那么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朋友想来看这些特窟的话，那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帮他们给圈起来了？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包含在这个门票价格里边呢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刘家峡水库向西拐弯处的一条山沟里，周围山势险要，怪石嶙峋，沟里的水流注入黄河，而石窟就建在河谷中的峭壁之上。附近不仅风景优美，而且险要的山势也令人称奇。炳灵寺石窟是我国石雕艺术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之一，因保存有中国石窟最早期、中期和最晚期的壁画和石雕，其内容非常丰富，题材十分广泛，被誉为中国石窟的百科全书，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炳灵寺是中国著名的石窟寺，号称中国4大石窟之一，其艺术价值仅次于敦煌莫高窟。但是随着古丝绸之路的衰亡，炳灵寺也渐渐失去了光彩。石窟边上的山壁上，这里是原来水冲的痕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岩石上面一道一道的都是之前流水冲刷留下来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原来的黄河水位在这里是非常高的，大概高出底下有个10米左右。在炳灵寺石窟这边，每一个小的方块的洞里边都是有一尊佛像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最大的一尊是前面的一尊坐佛，在整个的山壁之上开凿出来的，特别的壮观。在墙壁上的这个数字呢，就是每个窟的编号。来这边看特窟的人很少，而且这边的楼梯的木栈道也非常陡，还是得往上爬呀。哇塞，这个楼梯的栈道真的是非常陡，这里往上爬一定要小心，如果立有恐高的话，这里估计是看不了的。往上爬一定要手脚并用，非常小心。我现在在炳灵寺石窟最大的佛龛的脚下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佛头的上面，佛头的最上方就是我刚才上去的169号特窟。但是由于这个政策的限制，169号特窟是不能进行任何的拍照和摄像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是在上面听了讲解，也没有保存下来任何的影像的资料。但是169号特窟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，而且佛像也是整个炳灵寺石窟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佛像，以及年代最久远的壁画能保存下来，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的侵蚀中能保存下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上面大概是在北魏时期，然后北魏北周这么一个时期的佛像，距今应该是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。大家想想啊，在这个1600
多年当中风吹日晒雨淋，然后再加上墙体的剥落，再加上岩石中所渗出来的这些水分，再加上有鸟在这些洞窟里边去筑巢，对它的这个损害其实是非常大的，能保存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我觉得买300块钱的票上去看，确实是挺值的。但是如果是能够让所有人买了门票的人都能上去看，那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存，也是我们当代对这个历史文化一个更好的见证。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边的票价给降低一点，不要这么贵，然后能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的璀璨。OK， 我们现在炳灵寺石窟已经看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炳灵寺石窟它是在一个山谷当中，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个洞窟的这个区域叫做下寺区，然后呢再往这个山谷上面走，还有一个上寺区。上寺区呢是炳灵寺，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，然后炳灵寺石窟和炳灵寺所在的这条沟呢，叫做大寺沟。大寺沟原来就是丝绸之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节点。当时呢，有很多商队都会从这个大寺沟骑着骆驼，顺着这个大寺沟，然后一直往西去。这个呢是丝绸之路南线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节点。在大寺沟里边能感觉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，1600多年的历史就交汇于此。我的眼前就好像出现了一对对骑着骆驼的商队，驼铃声悠远，顺着大寺沟里边的这条土路，一直向着西方前进。